在2025年的春天，我在一面坡的废品收购站发现了这个大玩意儿，它的体格真的是老莽实了，而且它的底座都干了这麼老厚的10斤大鐵塊子。我用叉車給它提溜了出來，它一共是1060斤，老闆賣我9毛1斤，一共花了1000整，我給它帶了回來。不過它這個磚吧也都是卡死了，名牌也是看不清，但這都不要緊，我是會點狗伎倆的。這個名牌上面寫的是1968年7月撫順市生產，他到今天已經58歲了。憑他這個做工用料，我覺得給他修修，他還能再存活個3到50年。這個大玩意兒，它不僅重，而且還有點高，我差一點就有1.8米，它比我感覺還冒了點頭。拿下上面的蓋兒，它這裡面是皮帶帶着齒輪的傳動結構，這注定它得剛剛有勁。你不去幹你這個活，你擱這瞎捋是什麼？反正你先戴好手套，咱倆要幹活了。現在只要它這個電機沒事，其他對咱倆來說都是個皮毛。薅下它的開關，拆下它的皮帶輪，這根軸還錚亮的。這個老家伙的做工真是記好個不漏。我給這根軸上呲了點萬金油，然後用揪子一抓，它就下來了。修這個老家伙還真的挺順利的。你往別來，你賠一根行吧？我今年小40歲，通過這些破頭爛腚，該幹不幹的也快有20年了。但是大錘子摟到手上，實屬個意外。這是他的鑽軸，上面已經鏽得不像樣，不過這個軸看起來卻很好，也不知道能不能給它清洗出來。但是這根鑽塔卻是老不應沉了。這個大立鑽呢，真是老不一樣大了，用料也是老厚實了，基本拆哪個零件都得用金不拉幫忙才行。但這個立軸就幹了這麼老厚的大鐵。哎，正好你幫我打出那頭，我看這裡面是啥情況。這是它的電機，也是很有分量。現在只希望它裡面的線圈不要有損壞。但是外面這個皮帶輪卻有他自己的想法，我用揪子都給他抓冒煙了，他也不出來，然後用錘子硬砸他，一砸一冒煙，直到最後又削到我手上，他才消停。哎呦我操！你被碎了，生命了！哎呦我的媽呀！它是68年7月的產物，也就是在農曆的50年，而且它還是關外的東西。它會不會和咱倆經常修那些有故事的車，他們反衝呀？
經過了一頓下五流，我終於把這個電機分解了出來，裡面鑽子還成芯的，線圈也沒有燒壞發黑的情況。但是為了你的用電安全，我給它用搖錶進行了科學的測量。它這個電機可以確認它就是好的。現在咱倆可以去捋一下其他的東西了。這個老玩意兒竟然拆出來了這麼一堆的東西，陳年的油泥也是乾了這麼老厚，現在也只能給咱們實施 A 計劃，噴砂除鏽。這就是除完鏽的樣子，白白淨淨，也是露出了50多年前它的制造工藝。當然，也是架不住當初用這個床的人是有多麼的二嘚兒。現在咱倆就得想辦法給這些缺失的地方給它補回去，因為它是鑄鐵，所以咱倆得給它先大火烘烤预熱，然後必須得用我這個橫跨半個地球的賦能式給它焊回去。就我這個焊机，它老香了，正好就用這個焊機給平台補焊回去。也請你戴好墨鏡。這些就是清理好的零件，现在可以对它實施 B 計劃了。先給它做好防護，然後噴塗環氧樹脂底漆，用來隔離防鏽，再打上一層原子灰，用來照片美觀。再把這些打磨好的零件送到烤漆房做好封底，再就可以給它噴塗你最喜歡的綠色。噴完了這個你最喜歡的綠色，就可以對它進行高溫炙烤固化。拽過這個好幾百斤的大平台，這個1958年生產的立鑽，所有的零件就全部修復完畢。這根大軸也被我磨得锃亮，現在可以給它們進行組裝了。
校長這個名牌，這個68歲的撫順市生產大立鑽，就算修復完成，它的做工用料真的是老棒式了，而且它還有些細節的設計也是很人性化，并且我還給它裝了一個現代的自鎖夾頭，現在咱倆可以給它通電實機了。我操！这么点意思，这不应该呀！我拽下这個冒煙的開關罩，裡面有很重的燒焦味兒。這裡是有380的電，剛才都給我過了數一下，應該是這個老開關外表的油泥導致的。我給他們線頭重新做了清理，再次擰緊。這回核炸的時候我沒有翻標邊，帶着電筆先測試漏不漏電才開的機。這個皮帶帶齒輪的傳動結構是真的有勁啊，而且它的精度也是很高，那個年代生產的東西的質量也是真的好。謝謝你幫忙修這些大家伙，我祝你身體健康，發財。